荒野大镖客：救赎不仅是前作这么简单，很多设定就连续作都望尘莫及。首先是购房系统，一代没有了营地和赏金限制，因此约翰每到一个城镇都能通过购买或者长期租住的方式，在旅店获得固定房间的使用权。后者表面上说是租住，实际上却是一口价支付终身的使用费用。即便过几十年之后，主角切换为杰克也不受任何影响。看来约翰给杰克留下的不只是农场，还有众多房产，可还行。其次是更人性化的通缉系统。众所周知，二代的主角几乎全程都在逃亡的路上，没办法踏入黑水镇半步不说，随便挑一个犯下罪行的城镇一看，悬赏都高到离谱了。但一代中的约翰，别管前一秒犯下多么肮脏的罪行，只要解决掉野外的帮派营地，即可获得赦免券，邮局一递交，身上所有罪行全部清除。要不是二代强行把约翰弱化了，哪还有西部点子王什么事儿啊？大表哥2的玩家游玩过程不是在骑马，就是在骑马的路上。说是西部旅行模拟器也不为过，因为地图实在是太大，快速旅行只能在固定点位之间，而一代却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给他坐出租车一般，随意在地图上标个点，快速旅行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前往标点的位置，缩短了玩家的通勤时间，所以游玩过程相比2代会更加轻松。通关完大表哥2之后，打开地图会发现左下角竟然还有这么一大片区域没去过，这里其实就是一代约翰驻扎比车之院之后的活动轨迹，并且相比一代2代少了河对岸的内容，缺失了整个墨西哥地图，属实遗憾。好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代用约翰的视角继续西部的亡命之旅。随后是时间线导致的技术进步，比如汽车，1911年之后的约翰也是有幸乘坐过，甚至包括装有加特林的皮卡，相当于1个世纪之前的铁泥膏。面对装备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匪徒们，简直是降维打击啊！如果你经常关注 MOD， 会发现而新的很多游戏都有丧尸模组，唯独荒野大镖客1没有。一是它常年没有登录过 PC， 其次是人家官方本来就带丧尸 DLC， 名为不死梦魇，相当于约翰一家搬去比彻之院后的另一个平行世界。虽然用的是同一片地图，却用更加天马行空的方式给予了他们全新的结局。真希望 R 星能把丧尸模式延续下去啊！这次荒野大镖客救赎首次登陆 PC， 不仅支持简体中文，还整合了 DLC 不死梦魇、原生 4K 和高刷以及超宽屏显示，完美适配现代机器的同时，尽可能弥补贴图的历史感。不过我相信，愿意花大价钱体验一把14年前的游戏，抛去那些情怀党，剩下的肯定是对约翰后续故事以及范德林邦余下成员结局好奇的玩家们。所以即便画质过时，依然阻挡不了玩家们的热情啊！关注我，解锁更多3A 大作。